资深媒体人施孝伟曾在罗斯福号航母短暂体验采访过，他告诉深圳卫视记者，舰上常驻约5000名官兵，相当于一个美国小镇的人口数量。而复杂的舰内结构和密闭狭小的空间是疫情迅速蔓延的主因，尤其是密闭的舱室必须依靠中央空调维持空气流通。钻石公主号已经证明中央空调会导致病毒持续扩散。另外，舰上不少床铺是多人共用，居住舱几乎没有窗户，很容易交叉感染。例如说，我们以我们在航空母舰上，我们比较常去的03甲板，就是飞行甲板下面的这一层，其实光是这样一个楼层一层甲板，它其实就有办公区、有作业区，甚至还有机械装备都在里面。那士官兵哈，它主要的驻舱通常是在2甲板以下。那2甲板它很大的一块区域呢，是舰上的餐厅，就士官兵的餐厅。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它的生活空间其实又可以说是非常的局促，而且它舰上也还是有空调。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也知道新冠病毒啊，它的传播靠飞沫、靠气溶胶，然后或甚至于你哪边碰到了这个病毒粘在上面，你手去碰到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又摸了眼、摸了手什么的，你可能就得了这个病了。施孝伟指出，受疫情困扰的罗斯福号航母想要重新恢复战力，至少需要经过2个阶段：一是官兵彻底摆脱疫情，二是航母彻底消毒。没有病的人也确定没有确诊了，也没有所谓的这种无症状的这种感染者之后呢，船其实还是可以回到海上作业。航空母舰本身它的确在关岛里面呢，需要经过这个非常仔细的消毒，然后从上到下整个船要做非常彻底的每一个角落都要顾到的一个消毒作业。那当然这个相对来说可以说相当的耗时。在克罗泽离开后，美国海军如何安置罗斯福号船员？美国媒体报道称，海军方面承认此前宣称对罗斯福号上约4800名全体船员进行病毒检测，实际上目前只能每天取样200人，速度显然有点慢。另外，关岛基地在短时间内接收上岸的1000多名船员后，医疗力量也已经吃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目前关岛当地已经没有足够的酒店用于隔离上岸的船员，有些人只能在体育馆改建的临时宿舍进行隔离。令人担心的是，150多名待在体育馆的船员并没有被妥善安置，那里没有足够的空间来保持社交距离，也没有合适的清洁用品进行消毒。而关岛当地人对于罗斯福号的到来也保持警惕。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关岛啊，它自身呢，由于是一个封闭的这个环境吧，那现在呢，从罗斯福号下来的官兵呢，有大量的人感染了这些病例，还有的一些呢还没有查出来，所以呢，他们是一个感染源。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家肯定不欢迎他们和其他当地的军民进行接触，而且呢，这个隔离是要1人1间房子的。我们想一下，这么多的官兵来了之后，哪里给他找这么多的隔离的房间啊？目前，按照美国海军的计划，罗斯福号的船员将分组轮流上岸进行14天的隔离检疫，恢复健康的官兵组回到航母上，接着第2批再展开相同的流程。有分析认为，该计划至少会让罗斯福号在关岛停留1个月。按照美军航母333制的部署状态，即1/3在维护，1/3在训练，1/3处于战备状态。美国现在本应该有3艘航母在进行战备巡航，分别是罗斯福号、杜鲁门号、艾森豪威尔号。如今罗斯福号被隔离，美国在亚太地区已经没有可用的航母，战力相当于削减了1/3。罗斯福号舰长克罗泽向美国海军高层写求援信被媒体曝光，美国海军随即宣布克罗泽解职。那么这个决定呢，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对声浪。那杜先生，您对于罗斯福号航母舰长被解职这件事怎么来分析呢？跟美国高层的粗暴简单和基层官兵的深情留恋相比，的确温差特别大。目前看呢，美国海军要保持在西太地区和全球海军的强势位置。这种情况下，如果舰长说实话，特别是泄露了美国海军疫情的真实情况，会对美国的军事战略构成比较大的影响。但克鲁泽舰长对于官兵的生命高度负责，不惜通过自己家乡的报纸发布了很多消息，所以4页纸的一张信，基本上把目前美国海军特别是战略武器装备的感染情况得到了真实的体现。这让美国高层感到异常震动。没按程序报批。另外呢，在泄露所谓真实情况方面，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如果类似的情况
在多个指挥官和战区进行传播，很有可能对美国的全球战略乃至美国的军事能力构成比较大的影响。